有人说它是新生代剧场版最强文戏，新生代最佳，也有人说它是史上最烂，过于低龄化，特别失望。但它开创性的将当时新生代最强融合奥格罗布，全程以 CG 特效的形式展现，而且整部剧映射了大部分青春少年对于梦想的追求与迷茫，如何去平衡现实与梦想。也许你会从这部剧场版决定了羁绊的水晶中找到答案。臭火海曾经与好友护景都怀揣着一个梦想，憧憬未来的护景，就像年轻的我们一样，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游戏制作专业。而火海为了帮助父亲经营店铺，却放弃了引以为傲的棒球梦。而这颗刻着梦的棒球，既是两人友谊的象征，更是将两人带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时光荏苒，臭家兄弟意外获得了奥特曼的力量，变身成为罗索和布鲁，并且担起了保护地球的重任。在最终话战胜鲁格赛特后，临湘市已经1年多未出现怪兽了，大家也恢复到了安稳平静的日子。可相比较快要接近自己梦想的永海和朝阳，火海却陷入了迷茫，一度找不到未来的方向。直到摆满棒球奖杯的桌子上掉落的那一颗刻着梦的棒球，终于让火海唤起了曾经的那一段记忆。于是火海带着这颗棒球去拜访许久未见的护景。然而曾经立志成为游戏制作者的护景，却成为了现实社会的缩影，辞去工作变成了游戏宅男。他不仅嗤笑着这颗象征梦想的棒球，并且羡慕嫉妒着火海的家庭背景。护景的转变也让火海再次加剧了对未来的迷茫。殊不知正是两人的迷茫与脆弱，让幕后之人有了可乘之机。这天下午，臭家三兄妹意外结识了并不属于本宇宙的小鹿。就在几人攀谈之际，天空中忽然出现一个时空漩涡，一只雷云巨手从天而降，烟尘散去，竟出现了怪兽加恩 Q 以及贝蒙斯坦。怪兽的出现打破了许久的宁静，臭家兄弟也终于等来了久违的变身。然而尴尬的是，什么都不做。双方似乎并不知道对方是奥特战士，于是在分开之后，终于再次变身。有海与别人在，是好凶哦！用手比。此时怪兽哪会等你们聊天，直接2发光线激射而出，还好三奥及时躲过。在一番交战之后，双方未分胜负。但此时一道求救声音响起，小鹿也似乎认出了这个声音。这个声音是……就在罗布两兄弟蓄力之际，小鹿拦在了两人的面前，因为自己的好友影子正囚禁在加恩 Q 的体内。于是罗布两兄弟切换形态，蓄力使出融合射线，光线在被贝蒙斯坦吸收后，恰好将影子从加恩 Q 的大眼中救出。此时杰德也终于放开了手脚，立刻切换为钢然形态。三奥再度蓄力，光线急射而出，在3道光线的联合冲击之下，贝蒙斯坦以及加恩 Q 终于被击败。夜晚，在众人聚餐之际，小鹿也终于道出了实情。此前他和影子也正是被那只雷云巨手从自己的宇宙抓到了这个宇宙中。就在众人疑惑这幕后黑手究竟是谁时，幕后之人终于又开始了新的动作，而他的目标正是郁郁不得志的护景。护景虽然已经离职，但他仍然坚持着创作。可此时屏幕突然模糊起来，并且另一屏幕上突然出现了那一个时空漩涡，护景顿时被吓得瘫倒在地。而这幕后之人居然是善于利用人性的托雷基亚，他蛊惑着护景，声称是专门过来实现他的梦想的，而真实目的是看中了他创作的怪兽图案。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做黑利，是黑暗之使的意思。托雷基亚正是要利用护景对现实的失望与憎恨，召唤出这只怪兽摧毁世界。第二天，火海再次拿着这颗棒球来找护景，想劝说护景重新振作。梦想要靠自己的脚，一步一步走下去才会成长。梦想是跟自己一同向前方迈进。你不是也放弃梦想了吗？哪有资格来教训我？快跟我回去！这一番话直接击中了火海藏在内心的脆弱。每个人都曾为自己的梦想奋斗，而自己却是第一个放弃梦想的那个人，如今更是对未来充满着迷茫。而就在火海来到一处隧道之时，旁边的一个屏幕再次亮起了那一个时空漩涡，托雷基亚再次现身。他一眼揭穿了火海是罗索奥特曼的身份，并且给他设置了一个几乎无法拒绝的陷阱。这是星球上的皮骨，被机械哥摩拉袭击，快要灭亡了。要是这个物种灭绝，这个星球就没有生命了。那么，身为超人力霸王，你能坐视不管？正当机械哥莫拉准备终结皮古蒙之际，火海通过托雷基亚的异次元通道来到这里，并及时挡下了光线，随后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机械哥莫拉。战斗结束，皮古蒙感谢着火海的救命之恩。然而就在这时，一颗棒球却向火海扔来，定睛一看，居然是那颗刻着梦的棒球。护景的出现让火海大吃一惊，他发现火海是奥特曼之后，心中的嫉妒已然到达了顶点。真亏你还敢说自己一无所有，结果你就是超人力霸王。
你根本就什么东西都有啊！只见破防的护警在黑暗力量的加持下，直接幻化成怪兽黑力，并且开始攻击火海。火海情急之下再次变身罗索，这应该是火海最快变身的一次了吧？双方交战一触即发。然而由怨恨嫉妒变身而成的黑力，早已将奥特曼视为了眼中钉。在连续的攻击之下，罗索直接被打回了人间体。随后，黑力扬长而去，通过异次元通道消失于天际，而火海却只能留在这颗未知的星球之上，以至于地球上的家人们用尽各种方法，却依然无法找到失踪的火海。而就在此时，天空中突现时空漩涡，雷云巨手再次降下，由护警化身的黑力突然出现。怪兽的出现让人们纷纷四散而逃，小鹿和永海再次变身应敌。虽然仅仅认识2天半，但两奥的配合却十分的默契。布鲁钳制住黑力后，杰德顺势给予重击。两奥在前期与黑力展开了势均力敌的战斗，随后在切换形态之后，两奥各自使用武器，在互相能量斩击之下，黑力直接发生了大爆炸。原以为战斗就此结束，可却触发了有烟无伤定律，甚至黑力的战力更加强大，一发尾夹直接钳制住了杰德。杰德立刻切换成豪勇形态，强大的力量之下，终于挣脱了尾夹。然而黑力并不给喘息的机会，一发灾厄咆哮急速袭来。可强大的能量直接将布鲁击翻在地，眼见其光线如此强大，于是豪勇杰德利用力量优势与黑力展开近身肉搏。然而黑力直接近距离开喷，打得杰德直接破防。眼看即将陷入战败的境地，朝阳拿出美剑杀机留下的变身器，化身格尔吉欧女王加入战斗。但是拥有飞行能力的黑力躲掉了格尔吉欧女王发射的所有攻击，并且利用肩部的炮口不断发射光弹，不仅将城市陷入火海之中，甚至直接将杰德以及布鲁炸回了人间体。黑力落地之后，一发灾厄咆哮也将格尔吉欧女王打回人间体，其战力简直恐怖至极。眼看已无力量阻止黑力的脚步，一家人只能继续寻找着火海。然而根据数据显示，火海可能并不存在于地球上，可是要想找到外太空的火海，凭借电波的速度要花好几万年才有找到的可能。就在一筹莫展之际，臭妈想到了佩加的黑暗领域，因为黑暗领域可以扩大电波的传送规模。于是众人在佩加的帮助之下，身在外星球的火海终于收到了传输机的讯息。根据火海的描述，众人很快找到了确切位置，在强制加速炮的发射下，火海开始进行传送。弟弟永海也及时拉住了火海，火海终于回到了家人的面前。至此，最终的决战也终于打响。四人来到黑力面前，我有个重要的朋友，就在那只怪兽的体内，我一定要救他，请你们大家帮帮我。随后四人纷纷开始变身，格尔吉欧女王、罗伯奥特曼、杰德奥特曼登场。再次面对黑力，几人也有了相应对策。在罗布与杰德互相攻击配合下，格尔吉欧女王也蓄力一发3重加农炮。可万万没想到，如此强力的光线却被单手化解。幕后黑手托雷基亚终于现身，战况也陡然升级。杰德立刻化身尊皇形态，独自面对托雷基亚，而罗布以及格尔吉欧女王则合力攻击黑力。但是拥有混沌力量的托雷基亚战力惊人，不仅轻松应对着尊皇杰德的攻势，并且在身体高速旋转下，形成了巨大能量的龙卷攻击，向几人席卷而去。万万没想到，在击倒几人的同时，竟直接将杰德和罗布打回了原始形态。计时器也纷纷闪起了红灯，几人几乎丧失了战斗力。罗布兄弟为了妹妹不受到伤害，呼喊着朝阳赶紧逃命，但朝阳已经决定和哥哥们共同面对。也正是因为这份勇气，美剑杀机的灵魂突然出现在朝阳面前，在他的指引下，格尔吉欧女王突然金光乍现，只见一道金光从中缓缓升起，光芒散后，格力乔奥特曼终于诞生。我就是超人力霸王格力乔，像你这种坏人，我要让你好好反省一下。奇怪，那个在哪里？这边啊，朝阳。别看出场的确有点尴尬，但只见格力乔3发蓄能光线，直接将罗索布鲁以及杰德恢复满能量状态，这奶量简直夸张。不仅如此，托雷基亚和黑力合力发射光线袭来，竟直接被格力乔防护盾挡下。要知道，仅仅是黑力的光线就能打碎布鲁的防护盾，足以可见格力乔的能力有多么夸张。随后臭家三兄妹再次合力攻击黑力，杰德则再次面对托雷基亚。在两位哥哥的钳制下，格力乔来了一番拳击表演。然而就在此时，护警的妈妈来找，而此时黑力恰好一道射线袭来，情急之下，杰德用身体挡下了这一发射线。光线冲击下，杰德直接被打回了人间体。在托雷基亚的吩咐下，黑力就要给臭江三兄妹给予最后一击。护警终于听到了母亲的呼唤，可见护警的人性并未泯灭，亲情的羁绊让他慢慢恢复理智。火海也呼唤着护警不要被黑暗侵蚀，不可以输给邪恶，别把自己局限在安逸的地方。就算伤痕累累，我们也必须
抬头挺胸的往前进才行。可托雷基亚最会玩弄的就是人性。只见托雷基亚一发黑暗能量再次吞噬护颈，再次丧失理智后，黑利一发光线急射而出，再次将三兄妹击翻在地。小鹿看着丧失战力的三兄妹，直接来了一番强行说教：家人之间的羁绊比什么东西都重要，最重要的是家人间有多珍视彼此，绝对不可以放弃羁绊，这就是所谓的家人。只见小鹿拿出终极升华器，终于化身捷德终极形态。在小鹿的鼓励下，臭家三兄妹也开始了最后的融合。在家人的羁绊之下，当时新生代最强的究极融合奥和罗布诞生。并且全程以 CG 特效的形式展现，观感到底如何？大家细细品一下，只能说的确有些许僵硬。而此时托雷基亚准备飞身遁走，格罗布紧随其后，而这个空战场面都是以 CG 特效展现。虽然有美中不足，但在城市中来回穿梭战斗的冲击感极强，也不得不说托雷基亚的战力着实强大，居然能够与究极融合奥格罗布打得不相上下。也正因为如此，才给我们献上了一段精彩至极的空战。而捷德也与黑利打得不可开交，但黑利抓住机会，在打掉终极升华器的同时，一发灾厄咆哮喷射而出，捷德直接吃了个满大。格罗布眼看不妙，在腾空之后一脚飞踢急速而去，击中托雷基亚后，一脚蓄力将托雷基亚踹向了黑利，直接打断了黑利的攻势。一番战结束，两奥交换对手，双方也再次展开了激战。老鹰逼托雷基亚趁机打出托雷拉五重闪电光线，来不及躲避的格罗布在光线冲击下直接撞碎了一排大楼。但其强悍的实力也并未受其影响，反而越战越勇，直接抓起黑利的尾巴，将其狠狠甩飞。随后两奥再次汇合，格罗布释放罗布光轮，一发光线爆破席卷而去，直接命中了托雷基亚。紧接着捷德蓄力释放十字冲击波，完全不给托雷基亚喘息的机会。在光线冲击之下，托雷基亚直接发生了大爆炸。而另一边，格罗布释放奇迹光线，吃到满大的黑利也在瞬间被击败。黑利被击败之后，护颈也终于变回了人类。众人来到护颈面前，火海则将那颗刻着梦的棒球交给了护颈，因为此时的护颈更需要在挫折与迷茫中找回真正的自己。这也正是现实生活中许多年轻人的真实写照。当梦想碰壁之后，应以健康的心态面对现实与理想的落差，珍惜身边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与羁绊，才能走向正确的未来。而此时的火海，在经历了好友的心路历程后，也终于找到了未来的方向，决定真正的学习老爸的设计。而这一场名为人生的冒险，也才刚刚开始。